一说到非洲，对他的印象就是穷落后。但有这么个非洲部落，别人花了不少钱买的黄金呢，人家压根就不当回事儿。为啥嘞？因为黄金在这随手可见，吃饭用的是金勺金碗，手上戴着金戒指，穿的衣服甚至是内衣上也都镶满了黄金，就连小孩子的玩具也是金子做的。你以为他们很有钱吗？事实上他们穷得叮当响，连饭都吃不饱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加纳位于非洲西部，南临几内亚湾，与科特迪瓦、布基纳法索和多哥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23.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3283万人。加纳不是个富国，它的人均 GDP 只有2000美元出头，但穷归穷，加纳可不缺资源，人家有个别称叫黄金海岸。顾名思义呢，这块地盛产黄金，预计储量高达20亿盎司，是非洲第2多。自从15世纪被殖民者发现后，加纳的黄金呢都开采了几百年了，到现在都还没被全部挖完。除了黄金以外，加纳还有1亿多克拉的钻石、20亿桶石油、14亿吨铁矿等各种资源。而我们要说的就是位于加纳的阿散蒂部落，它是加纳最大的少数民族部落。咱们觉得昂贵的黄金，在他们这儿呢就跟大白菜似的，很常见，因为人家呢就在金矿带上。缺啥都不缺黄金，虽然黄金常见，但在阿散蒂部落，你有多少黄金，也就意味着在部落里呢能有多高的地位和实力。说白了，谁黄金多就听谁的。当然，或许部落里黄金最少的，在他们那儿呢就是个小卡拉米，但如果放在其他地方，那也是一笔数目不小的财富。都说财不外露，这在阿散蒂呢根本不可能实现，人家还巴不得让所有人知道他有多少黄金。毕竟的黄金多与少呢，也代表着你在部落里能占据怎样的地位。于是部落里的人会把黄金做成各种各样的饰品，比如说酋长，作为部落实力最强的男人，权杖、王冠、戒指等各种装饰品都是用黄金打造出来的，就连居住的王宫都镶满了黄金。因为阿散蒂部落呢依旧实行一夫多妻，所以只要有钱，想要娶几个老婆就娶几个老婆，而酋长呢也是老当益壮，娶了80多个。而这些老婆为了打扮自己，拿金粉涂脸，恨不得全身上下呢都戴满了金子，甚至有的连内衣上都镶上金子。老婆多，孩子也多。这些孩子从小就开始接触黄金，因为他们的玩具大多也都是由黄金打造的。那黄金打造工艺品，这些都是阿散蒂部落的老传统了。早在14世纪，当地人就已经开始挖矿了。虽然呢技术不咋地，但毕竟也挖了这么多年，所以当地金匠呢非常的擅长铸造。不过留下来的很少，完整保存下来的还被视为部落灵魂的只有一件，那就是金椅。椅子呢是纯金打造的，据说是他们的第一任酋长上天求来的，被他们当作是圣物，所以不允许任何人坐这把椅子，哪怕是酋长也没有权利坐到这个椅子上。平时他就在酋长椅子旁边，上面布满了金铃，等到有什么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用于祭拜。所以说阿散蒂部落就是这个长在金矿上的部落。不说世界首富吧，奔小康肯定是没啥问题才对。阿散蒂的黄金多呀，各种用具、首饰、衣服，甚至孩子的玩具，不是纯金打造，也是镶满了黄金。按理说这样一个部落应该很有钱才对，然而事实却是别说有钱了，阿散蒂部落穷的连饭都吃不起。那怎么这么多黄金就非得攥在手里不卖出去是吧？这当然不是，不是部落人不想卖黄金，而是他们想卖呢也卖不出去，或者说卖不了多少钱。加纳是个穷国，不管是经济还是军事实力都不算好，再加上过去殖民的经历，国内各大矿场背后的实际控制人都是外国公司，金矿挖出来了，赚钱的都是别人。虽然当地人也能开采到黄金，但因为国家实力落后，国内各项基础设施呢不完善，面对打压的外国公司，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还手的能力。别人说你挖的矿能卖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，哪怕把价格压得很低，他们能怎么办呢？想反抗也没有那个实力。所以在当地，黄金不仅常见，还很廉价，卖不了多少钱。那这些黄金呢，就只能被当地人拿来弄成装饰品，用来观赏用，而不是出口出去，变成助力国家经济发展的东西。不过这几年呢，加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开始发展旅游业。这么做有几个好处，一是可以拿这个当卖点吸引游客，等游客来了就把黄金卖给游客，再赚一点钱，可以说是双赢。虽然这对于加纳来说只是杯水车薪，但至少呢是个良好的开始。不过他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，还是得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，掌握开采技术，获得真正的定价权才行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雷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